欢迎回来。这一段我们来关心的是，在这个礼拜本来传出美国总统川普呢要和俄罗斯总统普丁安排在布达佩斯要进行的双普会最后破局了。美方还批准了财政部长贝森制裁俄罗斯最大的2家石油公司像是这个俄罗斯石油还有路克石油但是普丁这一边呢，一方面表示俄罗斯对于能源部门是充满信心的，并不会因为外部压力而改变立场。可是另一方面也看到俄方低调派出了投资与经济合作特使去访问美国。克里姆林宫这方面也表示说呢，跟川普之间就双普会呢并没有取消而是延期举行所以你可以看到是美俄双方现在都是软硬兼施，而且呢就是一副你猜到底会不会来见上一面呢，都保持着一个比较模糊的状态那相对来看，最近俄方也抛出了一个顿巴斯的议题，然后呢又出动了这个无人机去骚扰这个立陶宛也好像在测试美方的一个谈判底线左老师怎么看这些问题？好，我们先看到为什么美国会在这个时候展开这一波的这个制裁呢？这次制裁2个大的公司嘛，路克石油跟俄罗斯石油公司，因为我们看到一个背景是油价现在很低去年这个时候油价是75块美元一桶，现在是60块美元一桶所以说当然他就觉得说，那我现在如果制裁对全球也好，对美国也好，通膨影响是有限的。第二个，原来那个时候各国说不让这个海运不让这个船只去运送俄罗斯石油的时候，他说可以运送的条件是说它这个油价不能超过60块。现在全球油价就是60块所以俄罗斯他也没有吃亏因为本来是说你要低价出售我才可以接受，现在他没有低价，所以当然他就觉得那我现在还是要加强制裁。就现在出手影响不大。对，其实有影响因为涨了10%，马上应声涨了60块，涨到66块。可是相较于去年，还是有一段差距嘛。所以我想，一个是原来的这种所谓油价上限，已经已经油价低到那个油价上限了。第二个就是整体的油价现在来讲是偏低的。那当然，我认为还有一点很重要，就是说参议院马上开议之后，美国又要面临这个压力了，川普又要面临这个压力了。因为参议院很多共和党的议员是主张要加强对俄罗斯制裁，加强对购买俄罗斯石油公司的制裁。是，如果川普不想要制裁中国大陆，那就只有制裁俄罗斯了。那这2个他要想一想，谁有可能在经济上对美国报复？那可能还是中国大陆有可能了。所以与其制裁中国大陆，不如制裁俄罗斯。所以川普最近你也听到他的说法是说，对于双普会。他是说不要浪费时间嘛如果没什么进度或者说谈不出个什么结果的话 ，Ross 你怎么看呢？因为现在就是川普在对普丁跟对泽连斯基这边，尤其对泽连斯基这边不是传出来吗？说在白宫最近这一次的会面还发生了激烈争吵，直接把地图拿给你看，说就是在这个地方划线，然后呢我们就是停在这个地方，要乌克兰割地求和但是。一方面也看到他对于俄罗斯的态度也是出现一个很大的转变，就是比较强硬那当然也说刚刚提到的说不要浪费时间跟普丁见面一定要有一些时效所以又加码这个祭出了制裁，你怎么去解读川普的逻辑？其实我觉得川普的想法没有太大的转变第一，不愿意给乌克兰武器，这是他非常非常坚定的想法。欧洲要买美国武器送给乌克兰是可以接受的，但是美国就是在川普执政之下不会再送武器给乌克兰，尤其战俘是绝对 impossible， 对不对？第二，停火的协定，乌克兰必须要接受目前将来部分国土继续由俄罗斯占领的。川普并没有说俄罗斯要撤出了，也不支持乌克兰发动大型的军事行动拿回国土，对不对？川普对这件事情想法是非常非常清楚，而且上礼拜泽连斯基去白宫的时候，川普就重复说了，你必须要接受，如果你真的要停火的话，那你必须要接受你这个国家部分领土继续由俄罗斯占领的。另外他虽然偶尔批评
普丁，但是愿意继续跟普丁沟通，川普也没有拒绝。虽然他说目前取消，因为没有，好像是这次如果短期之内开会没有具体的等等，但是他也没有拒绝，他没有说我不想跟这个人会谈，对他没说死啊，完全没有啊，对啊，还继续愿意跟普丁沟通，不管是派美国特使过去，或欢迎俄罗斯特使来美国，甚至到时候再次跟普丁见面1对1谈 ，OK， 他都没有排除，所以其实他对这件事情的立场是相当一致的，没有太大的变化了。所以邱老师有没有可能 APEC 之后突然就来了一个大转变，飞到去跟普丁见面？我觉得现阶段应该比较不可能了，因为我觉得川普的立场一直都很明确，他从来没有改变过。那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些东西，其实是你也可以把它视为说，这是为了要达到最后目的的一些为了谈判采取的谈判手段。对，那川普现在这个阶段就是对双方都冷处理，不论是对乌克兰还是对俄罗斯。但是我们必须要说，在川普真实最早原本的那个版本的想法里面，他还是认为要结束这场战争，只有他跟普丁达成交易。乌克兰并不是很重要的，因为最后掌握这场战争最后结束的那个关键，还是川普跟普丁达到一个交易。至于这个交易是什么，也许像川普现在所描述的，就是他提出来这些条件，那普丁也有他提出来的条件，但是大家必须要说，我们现在思维不能被这些眼前看到的条件绑住。你真实要去看到是，那这个和平有可能达成的是在什么状态底下？美国必须要想办法搞定欧洲，那俄罗斯必须要想办法搞定战场上面的发展。所以你看现在的过程当中，包括我现在提到的这个制裁啊，尤其讲说石油的制裁啊，因为最近像中国大陆的国营石油企业已经先暂停说采买这个俄罗斯的海运原油嘛。那当然，印度方面呢，最近也传出要大幅的减少他们石油的进口量，当然都跟现在我们提到的制裁是有关系的。那我要问的是说，可是从石油也好，或者说相关的一些经济制裁，单靠这些制裁就能够产生很大的影响吗？我想短期的制裁是短期间会有效果。不管是俄罗斯石油跟陆克石油两个加起来占俄罗斯石油的产量60%，那俄罗斯石油呢又占它出口呢大概将近2/3，所以这两家石油公司被制裁，在短期内一定会有一定的效果。尤其为什么中国突然暂停跟俄罗斯购买石油？因为他担心2级制裁，所以就制裁到第2级。那这时候我先暂时不要买，对，这就是它的效用。那长期来讲，因为俄罗斯目前是全世界号称最能够回避制裁的国家，所以他们很会回避美国的制裁。但是川普上任以来到现在为止，从来没有对俄罗斯制裁过，他只有对中国有贸易制裁，所以他也要让他国内的这个政治的有人知道，我也是会对俄罗斯制裁，也要让普丁知道，我不是都只是讲，我有做，你看我做给你看，我对你两家最大石油公司制裁会产生一定的吓阻效，但是长期以后，那因为俄罗斯会规避，那将来他们就会用私下的买卖啊，用租赁，用其他国家来做一个中间的交易商，然后回避用美元来交易的方式来回避这样的制裁。我想长期以后他们会这样去做，但是短期对这两家石油公司，还有跟这两家石油公司去买石油的买家来讲，一定会有一定的影响。这个时候，其实欧洲的态度也蛮令人玩味的因为针对双普会这件事情呢，就听到了波兰外长来，画面右上方你看到，波兰的外长呢就针对双普会发出警告，他说什么呢？他说呼吁普丁的专机不要从波兰上空飞过，否则呢就要出动战机拦截，然后呢要逮捕普丁。然后呢，也看到了瑞典这边呢是说跟泽连斯基签署了协议销售150架的这个施救战斗机给乌克兰，但是后来又听到他们的首相改口说我们暂时不会出售这个施救战机因为这个战机太老了所以我们换成提供雷达侦察机这个背后刚跟邱老师在聊天的时候特别讲说，这个真的不知道欧洲现在怎么想的。对啊，就是我们一般都已经到这个层级了，外交部长，那你在对外正式，就你是代表这个国家对外发言，是。
那你总是要想一下，说你讲这一番话，你要达到什么样的目的，要达到什么样的效果？那你讲的很像电影的剧情，你普丁的专机飞过波兰的上空，我们先不论说这个是不是跟圣诞老公公一样，就是骑着麋鹿就飞过波兰的上空，那事实上不可能嘛。对，一个国家元首的专机出去，那要途经其他国家，一定会先跟其他通过外交管道召会的，对，一定会有召会嘛。那你如果不愿意，他就不会这样飞。那如果他从国际海域，从公共的空域飞过去，从国际空域飞过去，你有什么权利？你有什么权利去抓他？那你今天放这个话，怎么抓？对啊，你是要骑你。